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南郴州这边呢。我们经常说悬崖上的宫殿、悬崖上的道观、悬崖上的寺庙，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大家看看，从这里进去啊，就是一个村落。这个村落呢，被称为悬崖上的村落，就等于是说啊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突兀出来的山峰，上面有一个宫殿，而这里呢是一个山峰，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条小路上来。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村落，整个这个村落是建在石山上面的。因为湖南郴州这边呢很多丹霞地貌，所以这是整块石山。然后这里是一个路口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村落这里呢只能人进出，车辆是进不出的。旁边这些堆积起来的这个像一个城门一样的，就我们说的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样子，对吧？是不是很震撼？人呢从这里直接走进去，车呢是到不了里面的，到不了村子里面的，只能在外面停着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村落，这个也是湖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。眼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，是进入这个村落的唯一通道，从这里开车进去，通过这个我们像隧道口一样的。这个村落海拔180.7米，面积呢0.25平方公里，其实不大呀。整个村落的话都是建在这个石山上面，所以说这条路上去呢，等于也是要盘旋上去的。开车进来很不好走，路比较小一点。这个村落始建于明朝初年，也就大概是600-700年的历史。最早这个村落呢，是因为有姓于的人在这个居住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故名叫于家寨。这几天湖南老下雨啊，天天下雨，我已经休息了2天了。前面的那里有个池，那个池呢叫做那个我们说莲花池，就是以前呢经常会种植莲花。可能今年到了夏天，这里也会莲花长起来。这个地方叫玉家寨呀，有那个我们说的天飞山摩崖石刻，大家近距离看一下。胜境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明清时候的字啊。整个村落离现在大概600-700年左右。我们来这个门口下面走一走啊。我们说那个四川的凉山，比较惊险。当然了，这里肯定没有凉山惊险，但是这里呢也是非常我们说的气势磅礴一样的。看到后面有没有？身后这些啊，你看看岩石都是一层一层的，这个就是丹霞地貌。我们前2年去看了很多郴州的这些丹霞地貌，还有古洞，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像这里很多石刻啊，太华峰，像这个石刻呢，就是嘉靖年间的。这个是在这里看到最早的摩崖石刻，这里的石刻啊特别多，所以当时的文人墨客啊很喜欢来这个地方，因为在古代啊，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些比较我们说偏僻的地方。这里也是，你看看摩崖石刻多不多？像这个不光是有这个大字，那个作为背景呢，我还有一些小字，你看看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书法。等一下我们走到上面，它整个路啊是不规整的。所以呢，它里面呢根本就没法修建我们说的停车场或者停车的，所以这里进寨子呢，前后2条路啊都是这样的，要人走进去的。大家看看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是一个长方形的，而且呢是大小不一。这个石头叫什么呢？叫冯沙岩石。这个特别是在很多宫殿的建筑啊、地基啊或者陵墓啊都有这样的石头。看看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石山。这个石山跟这个已经我们说的融合一体了。整个这个山的海拔呀不算太高，180米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是一座独立的我们说的山头，所以四周呢可以看到没有，前面那里就是悬崖，所以四周都是这样的。走进去看一下，这里就是一栋房子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呢也是被大家当年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说雕刻割开的，割了一条小路，而这个旁边呢就是一整块石头。我们经常说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像这里的哈，这里有棵树木，就是这棵树啊，是长在这个石山上面的，坚强吧？这里整个都是石山，它能够从石头缝里面长出来这么一大的树，这个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个树木的生命力。整个村落就寨子的现在居住人家基本是在那个上面，我们这里呢还属于通道，然后那里呢等于就是悬崖。所以我现在啊特别喜欢走乡村，很多景区呢3A、4A 可能都是人造景区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而且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石头这里啊，估计也是放了几百年。
对不对？这个整个村落啊，这里当然是围起来的，特别是后门呐、还有那个墙，就我们说的那个长城一样的，或者一个古城墙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等一下有能够很明显的防御性作用。因为我刚刚车是停在后门，为什么这个村落没法那个修马路呢？这个大家也能猜得到，对不对？一层一层的，而且呢崎岖不平。基本上这个地方啊，跟什么很相像呢？就跟我们说走到重庆很相像，都是一层一层的山城。这个石头非常大呀，在这个地方有点像那个城门一样的吧。如果是说古时代，在这个地方守卫士兵，那边呢，我们刚才来的那个寨子的石门是第一道门，这里是不是第二道门？这个村子呢，大概是20-30户人家。刚才问了一位阿姨，20-30户不是太多，基本上呢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等于就是他们的老家一样的嘛。唯一的一点缺陷就是说，可能下面的路啊不是太宽敞，开车的话要十分小心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条小的马路，我把车停在半中间，因为这里不好开，它也不是水泥路。像这个城墙啊，是不是很像古代的城墙？它这个是现在修的啊。这个就是寨子的后门，一般车啊就是开到后门这边来。我们再看看，它这有2个门，一个我们说的过车的大门，然后这里一个小型的拱门。大家猜一猜，这2个门分别是起什么作用呢？哈，我估计当年这个村呢、估计的话，这个后门只有这一块，这个大门在古时候是没有的，因为一般大家进出的话，可能都从正门进出，然后后门的话，可能的话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大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感觉是这样的。